它的协议覆盖够用，输出功率诚实，容量没有虚标，温控不激进但安全，文波干净到挑不出毛病。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台没什么炫技但特别靠谱的中功率随身电源。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咱们就要测的这一款多功能的充电宝，这家公司是来自东莞市祥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罗曼克品牌移动电源，既是充电宝又是充电器。这种形态的充电宝大家都让我多测几款，我今天就给大家再准备一款，这一款可不是小品牌啊，罗曼克他们家出了一款苹果的外接电池，还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多功能的充电宝功率是45瓦，容量为1万毫安，它的性能表现究竟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啊。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我们话不多说，先开箱。我们先来看看包装盒，正面产品的实拍图片，罗曼克的标识，多功能移动电源，它带有全彩屏幕，有 AC 插头，自带挂绳充电线，45瓦1万毫安，经过3C 认证，可上飞机的标识。背面是充电场景图片，规格信息，我们直接打开包装吧。盒子是天地盖的设计，移动电源使用说明书，同时也是产品的保修卡，产品合格证1张，充电宝本体装在这个环保袋子里面。充电宝自带挂绳的一个设计啊，这是一根挂绳，里面是一个短的 CC 线，可以当个挂绳来使用，还是挺扎实的。屏幕上面有一层膜，我们把它撕掉。整个充电宝灰色的设计，背面有一个折叠插脚。充电宝的侧面做了纹理设计，底部有4个凸起，顶部这里有一个警告标识，因为带 AC 插座吧。这一个侧面则是2个 Type-C 口，内部的舌片都是黑色。C1 口为输入输出口， C2 口为单输出口，没有配置 USB-A 口，也是这个产品的一个特色吧。这个充电宝拿在手上小巧啊，功能按键在产品的正下方。这是屏幕点亮的状态，我们再按一下就可以看到内部的显示。这上面是电量显示，我们这个充电宝现在还有 78% 的电量。C1 口功率显示， AC 交流输入功率显示， C2 口功率显示。再按一下，这个是健康度，这个是充电次数，然后下面是电芯的温度的显示。再按一下就到这个机器人的主界面。整个充电宝连包装盒一起重量 397.5 克，单充电宝重量279克，充电宝的宽度49毫米。高度为110毫米，整体的厚度41.6毫米。整个充电宝拿在手上精致小巧，而且还是很有个性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规格参数，品牌罗曼克，型号是 CSF45WACA， 产品名称移动电源，产品的电芯为锂离子电池， AC 输入是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 Type-C 1口输出最高功率45瓦。Type-C 2口输出最高功率也是45瓦，总输出功率为5伏3安，也就是说2个充电口同时使用，它是基础功率。移动电源模式 ，C1 口输入功率30瓦 ，C1 口输出功率45瓦 ，C2 口输出功率也是45瓦，两个一起使用，总功率也是5伏3安。电池的容量为1万毫安，36.5瓦时，额定容量是5800毫安。产品的转换效率为77%。我们到时候测试一下啊。制造商东莞市祥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这边是可上飞机的标识，请勿靠近火源的标识，欧盟 CE 认证的标识，循环5年，双路绝缘，环保认证，可循环锂电池的标识，美国的 FC 认证的标识， 3C 认证在这个正中心。3C 认证信息我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首先这是 Type-C 1口，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高通 QC 3.0 的3.6至12伏，华为 FCP 的24瓦协议，华为 SCP 的25瓦协议，三星 AFC 也是24瓦 ，PD 3.0 45瓦，固定档位有5个，最高是20伏 2.25 安，然后 PBS 有一个5至11伏的3安。DCP 则是基础协议，这个则是 Type-C 2口所支持的协议啊，检测出来跟 C1 口是一模一样的，包括 PD 45瓦固定档位和 PBS 档位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充电宝的快充协议支持还是可以的啊，
我们来验证一下。首先是米家的设备，显示快速充电，启动的是 PD 3.0 的 PBS 协议，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2瓦左右。Type-C 2口一样快速充电，同样是启动的 PBS 快充，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22瓦左右。这个真实功率对小米手机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再来看华为手机的兼容性怎么样。Type-C 1口显示超级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18瓦左右，这就是华为的22.5瓦公开版协议。C2 口也是超级快充，真实功率也是在18瓦的样子。我们来验证一下荣耀手机的兼容性，显示的是超级快充啊，因为两个充电口它都有 SCP 的协议，真实功率比华为要高一点点，可以跑到20瓦左右。C2 口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两个充电口把一个充电口屏蔽掉 SCP 协议，这个就完美了。这一部手机为绿厂的一个新款设备啊 ，A5 Pro。Type-C 1口启动超级闪充，这个启动的是 PBS 的协议，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4瓦左右。C2 口同样是超级闪充，功率同样可以跑到24瓦左右。绿厂的新款设备能支持 PBS 协议的，这个充电宝非常不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蓝厂的兼容性，蓝厂的闪充标识已开启 ，PBS 功率已经启动啊，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3-24瓦。我们再看 C2 口，同样启动蓝厂的闪充标识。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23-24瓦。这部手机为三星 Note 10加 ，C1 口启动快充 2.0，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5-26瓦，这个功率很不错了啊。如果是新款手机，功率会更高一点。C2 口同样快充 2.0， 真实功率的话也很高的25-26瓦的样子。从这个兼容性来看，这个充电宝虽然没有融合快充，但是它的 PBS 可以兼容小米的蓝厂和绿厂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兼容性的。目前这个充电宝还有72%的电量，我们把它全部放完，然后进行5次充放电循环来验证它的转换效率的情况。5次充电，我们全部用一折的100瓦充电器，记录数据还是智翔的仪表。这个诺曼克45瓦多功能充电宝，充放电数据都出来了啊！5次循环的结果，我们实测它转换效率的平均值为78.8%。根据充电宝本身额定的能量值换算，结果也是78.8%。它的规格里面写的转换效率大于77%，这个测试结果是没有问题的。5次充放电循环，只有开始的2次45瓦有过温保护的情况，20伏档位45瓦放电过程停了3次，15伏档位45瓦停了2次。这几次停止的过程，我都检测了一下充电宝的温度情况，5次结果都是差不多的。充电宝的表面温度在42摄氏度左右，背面的温度在41摄氏度左右，充电口的温度在67摄氏度左右。可以看出这个充电宝的内部温控阈值应该是设定在70摄氏度。这个充电宝5次充电，表面的温度基本都在41摄氏度的样子，它的温度表现还是可以的。充电宝的容量，充电宝本身的额定容量值是5800毫安时，我们最后一次5伏2安10瓦的功率放电得出的数值是5862毫安时，这个容量也是没有虚标的，已经很不错了啊。充电宝的电量，我再一次把它充到了100。这一次自充的过程，录制了一个自充曲线，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完整的自充时间是1小时55分钟，它的高功率充电时间大概就是持续个38分钟左右，然后就降到20瓦的功率，一直充电，充到90%就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种充电曲线的话，完全就是为了保护电池而做出来的。这部手机为绿厂的真我手机，它的电池容量是5000毫安时。目前这个手机还有4%的电量，我们现在就是实际充电测试，看看这个充电宝能不能把这个手机给它充满。这个 OPPO 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这个 PBS 33瓦的充电效果非常的标准，起始功率是25瓦，充到90%功率是28瓦，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手机从4%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花了54分钟，充电效果还是可以的啊。充满这一部手机，充电宝还剩28个电量，也就是说这个满电的情况，充满一部5000毫安的手机是用不完的。这个充电宝的电量，咱们再一次把它充满了啊！这一部苹果15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马上给它充电，看它充到80%需要多长时间。充到80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充电宝还剩多少电量，就知道它满电的情况可以充几次苹果手机了。这部苹果手机已经充到94个电了啊！我们刚才去做其他事情去了，搞忘记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个曲线图的话走的不怎么标准，但是充电时间还是标准的。
从0到80一共花了49分钟。曲线图可以看到，最高的峰值功率它走到了27瓦的功率啊，只持续了20-30秒钟时间。后面就是第一阶段的20瓦的功率充电，一共持续了16分钟。第二阶段就是14到16瓦的功率，持续了14分钟。第三阶段11瓦的功率，持续了7分钟时间。最后就是6瓦的功率，持续了1-2分钟，然后充到80%，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充完这一个苹果手机，充电宝本身电量还剩52%，就证明这个充电宝满电的情况。6.1寸的苹果手机充2部没有任何压力。如果是充6.7、6.9寸的大苹果手机的话，充个1部半手机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容量很充足。一个充电类产品值不值得给大家推荐购买？文波数据就是我需要参考的一个重要的数据，这个数据关系到这个产品会不会对咱们的手机电池造成伤害，这也是各位发烧友老铁最想看的一个测试数据。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一个充电宝的文波数据做一个全面的测试。首先我们来测试这个充电宝 Type-C 一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7.9 毫伏，平均文波20毫伏左右。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7.2 毫伏，平均文波 28.9 毫伏左右。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9.9 毫伏，平均文波 42.7 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67.5 毫伏，平均文波 56.4 毫伏左右。20伏档位4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70.5 毫伏，平均文波 64.3 毫伏左右。现在我们来测试 Type-C 2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27.3 毫伏，平均文波 19.1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41.6 毫伏，平均文波 30.7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56.8 毫伏，平均文波 46.1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69.8 毫伏，平均文波 59.7 毫伏左右。20伏档位4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79.9 毫伏，平均文波 67.3 毫伏左右。这个诺曼克45瓦10000毫安多功能快充充电宝，文波表现非常不错啊，最高没有超过80毫伏，它的文波控制水平属于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准了。这款诺曼克45瓦10000毫安的多功能充电宝，经过我们几轮测试，结论很直接啊，它不是性能狂魔，但胜在稳定、诚实、务实。两个充电口协议一致，覆盖主流品牌，华为荣耀20瓦左右 ，OPPO 新款、vivo 的、小米的 PPS 档位全部都能启动，实测功率都在24瓦左右，没有耍花枪。45瓦级别本就不是拼极限的领域，能做到这一点算中上水准。转换效率5轮平均值 78.8%， 和官方标称的大于等于 77%， 几乎一致，没有虚标。还有就是额定容量，官方5800毫安，我实测放出5862毫安，在移动电源里面算是良心标注的范例吧。温控策略是它的亮点之一，充放电温度阈值设置在70摄氏度左右，实测放电功率，内部温度过了67摄氏度就会启动过温保护。工程师显然是把稳定耐用放在了第一位，而不是去冲高温高功率的成绩单。容量体验也是很实在，满电充一部5000毫安的安卓手机，还能余电 28%， 给 iPhone 15从0充到94，余电还有 52%， 这个效果是很不错的。文波控制更是惊喜啊，两个充电口全程没有超过80毫伏，电压纯净度非常的高，无惧对我们设备的伤害。几句话总结一下，它的协议覆盖够用，输出功率诚实，容量没有虚标，温控不激进但安全，文波干净到挑不出毛病。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台没什么炫技但特别靠谱的中功率随身电源。最后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如果你要是给 MacBook Pro 游戏本长时间补电，那么45瓦对你来说就是天花板太低了。但如果你的需求是手机、平板、Switch 或者当做相机随身数码的稳定电源，那它就是一个相当靠谱的选择。协议覆盖够用，功率输出诚实，容量无虚标，温控保守，文波干净，价格合适，完全可以闭眼入。测是为了了解，猜是为了真相，认真测猜，客观输出。我是离火测猜，感谢各位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